间感越好的孩子越聪明，宝宝出生之后做好这4件事，空间感蹭蹭蹭的往上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妈很帅，欢迎回到我的育儿频道。空间感说白了就是感知和解释我们周边事物的形状和空间的能力。很多人认为只有设计师、建筑师、数学家才需要这种能力，其实我们对空间智能的使用远比想象的还要频繁。比如解读人脸，区分不同的人，写字的时候该怎么写，每笔之间要留多少空隙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的学识、认知、一举一动都离不开空间。空间感很强的人，不仅数学好，绘画能力强，写字也更加的好看。这也是为什么学霸没有特意练个字，但是字迹却非常清晰工整，页面永远保持整洁的原因。空间思维能力强的人还能小中见大，通过小小的手势、表情和神态就能破译背后的情感和意图，看问题想东西也更加的立体全面。空间思维能力是孩子智力发育的6大关键领域之一，那该如何培养孩子的空间感呢？0到8岁是孩子空间思维快速发展的时期，宝宝出生之后，家长要坚持做好以下4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交流的时候多使用空间词汇。大脑在语言方面有着巨大的可塑性，平时跟孩子交流互动的时候，我们要多使用描述空间的词汇，这样孩子能更好地理解所在的空间。比如桌面上有2个一大一小的苹果，不要问你要哪一个，你可以问桌面上有2个苹果，你要小的还是要大的？不要说我把玩具放好了，而是说我把玩具放在书架左边的箱子里面了。反正就是尽可能多的描述物体的大小、形状、状态、距离、方向和位置关系。现在我把常用的词汇打在公屏上给大家参考。第二件事，玩积木游戏。孩子玩积木游戏的时候，要仔细观察、堆砌、旋转、定位，反复试错，才能把脑中想象的造型建造出来。孩子这样一边想一边动手，能够更好地理解形状和位置的关系，逐渐提升空间认知能力。第三件事，做鬼脸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宝宝很喜欢盯着妈妈的脸看，而且特别喜欢看眼睛和嘴巴，哪怕是刚出生不久、视力只有0.02左右的小宝宝也不例外。其实宝宝盯着你看，是反复观察你的嘴巴和眼睛的形状，以此来区分眼前的这位是爸爸还是妈妈，或者解读表情背后的情感。妈妈的嘴唇要是紧紧的抿成一条线，那妈妈肯定生气了；要是嘴唇弯成一条朝上的弧线，说明妈妈在笑。夸张的表情特别容易吸引宝宝，所以平常可以多跟宝宝做鬼脸。宝宝经常观察、模仿表情的变化，感受不同情绪在五官上的变化，从而提高他的视觉理解力。这样孩子将来就能够更好地识别与感知他人的情绪，成为一个情商极高的社交达人。第4件事，跳绳。怎么跳绳才能提高空间感呢？我们可以先在地上画一个圆圈，然后让孩子在这个圆圈内跳绳。习惯平地之后，可以尝试在有斜面的上下坡跳绳，难度加大之后会更加好玩，训练效果也会更好。不过跳绳一般适合5岁以上的孩子玩，而且要循序渐进。没有跳过绳的孩子可以先从空绳开始，学会跳第1个，会跳之后第1周每天先跳10个，然后从第2周开始慢慢的增加运动量。如果孩子第3周能跳到30个左右，那就可以固定数量了。为了让孩子更好的坚持下去，每完成一个阶段性的任务之后，可以给他一些奖励。好了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